欢迎来到今天的解说。你知道吗？在企业网络的维运实务中，最让我们 IT 人员崩溃的，往往不是外面那些手法超复杂的骇客攻击，而是源自于内部的无心之过。今天我们要捕捉网络中的非法的 DHCP 伺服器。为什么你的网络总是莫名其妙就瘫痪了？说真的，很多时候答案根本不是什么跨国骇客用了超复杂的漏洞入侵，往往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内部人员的无心之过。但偏偏就是这种小错误，最后搞出了一场让 IT 人员完全抓狂的网络灵异事件。这些非法的 DHCP 设备到底是怎么偷偷潜入我们的网络的呢？其实他们常常就藏在你根本不会注意到的死角。比方说，员工可能觉得网路孔不够用，就在办公桌底下自己偷偷接了一台几百块的低阶分享器，又或者是墙壁上明明有预留给未来扩充用的网路孔，但根本没人管。你想想看，在一个有几百台交换机的巨大办公环境里，这些硬体漏洞跟管理上的死角，简直就是威胁滋生最完美的温床嘛。这种断线状况最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它完全没有逻辑可言，超级不可预测。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叫它网络幽灵的原因。受害者常常是随机的哦，可能今天只有刚重开机的电脑会拿到错误的 IP， 或者明明发出错误 IP 的那个源头在 A 栋，结果受害的电脑居然遍布在整个跨区的逻辑 VLAN 里面，这真的超扯的。而且更糟的是，就算你重开设备让网络暂时恢复，只要那个罪魁祸首还躲在某个角落，等 IP 租约一到期，大家的设备又会开始发广播找 DHCP 伺服器，这场灵异事件就又会重演一次，排查起来根本就是在大海捞针啊！所以面对这种网络幽灵，企业的 IT 团队真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排账了，总不能每次都靠工程师拿着手电筒在办公室里一个一个网络孔去查吧。真正的解法应该是转向主动的架构防御，也就是说，我们要让系统在非法封包出现的那一瞬间，直接从架构底层废掉它干扰网络的能力，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说到业界那种教科书等级的防御机制，肯定要提 DHCP Snooping 技术。它的核心概念呢，就是在 Layer 2建立一个超安全的过滤机制。简单来说 ，Snooping 把网路孔分成两种，一种叫信任铺，通常是接合法的伺服器，它允许所有正常的 DHCP 流量通过；另一种就是一般终端设备接的非信任铺，交换机会在硬体层级像个警卫一样紧紧盯着，一旦在非信任铺收到有人想要偷发 IP 的非法回应封包，也就是 DHCP offer 或是 ACK， 就会立刻把它拦截丢掉，直接建立起一道超清晰的边界防御。而且 Snooping 不只会过滤封包，它会建立一张叫做动态绑定表的东西，这就像是网络里的终极大账本。这张表详细保存了每一次合法连线的细节，包括终端设备的 MAC 位置、分到的 IP、租约到期时间，还有它属于哪个 VLAN， 以及具体的实体界面。这份清单不仅能证明你网络上每个 IP 的合法性，更是以后要做其他进阶安全防护的超重要数据基础。现在有了现代化的云端中控平台，这套原本有点复杂的设定变得超级简单。网管人员只要在仪表板上点几下，第一步，全站点一键开启全局 Snooping 功能；第二步，定义好合法的上行路径，把接合法伺服器的孔设成信任部；最后一步，套用设定，指令一下去，所有没被定义的孔位就会瞬间变成被监控的拦截状态。但我们还是得客观来看看现实中的维运成本。我们前面提到那张动态绑定表可以开启很多超强的延伸功能，像是防中间人攻击的动态 ARP 检查，或是防伪冒 IP 的 IP Source Guard， 还能精准追踪实体设备。但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苛的双面刃，因为这一切的高阶防护全部都死时依赖着那张完美无瑕而且随时在更新的绑定表。万一这张表出了一点错，不好意思，整个防护机制就会瞬间崩溃。这就点出了一个大问题 ，Snooping 对于实体孔位的设定真的依赖太深了。举个例子，如果现场有个预留的网路孔忘了锁定，那里就变成威胁可以直接入侵的破口。更常见的情况是，现场员工觉得网路孔不够，自己拿了一台没网管的交换机串接上去，当 IT 人员根本不知道，也没把那个孔改设成信任部。结果呢，
这个单一设定失误就会让底下串接的所有设备连不上线，拿不到 IP， 直接引发大规模的连锁瘫痪。还没完哦！如果你的网络设计是为了追求极致效能而采用非对称路由，封包进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这甚至会破坏 Snooping 需要双向监听的逻辑，导致那张绑定表根本生不出来。如果遇到极端的网络环境，爆发密集的 DHCP 广播风暴，交换机的 CPU 直接超载，表单可能还会异位。这都说明了 Snooping 在复杂环境下的局限。只要你一个设定弄错，或者流量稍微异常一点，整个区域可能就直接断网。这对 IT 团队的日常维护来说，真的是一场噩梦。那我们有办法跳脱这种被实体孔位绑架的困境吗？如果说刚刚的 Snooping 是挨家挨户检查的步兵，那 ACL 简直就是高空精准打击的导弹了。我们现在要把脑袋里的思维从物理的孔位直接升级转换成一种超高效率的逻辑封包思维，这根本就是降维打击。这套逻辑超级干净利落，只有3步。第一步，我们在云端建一个白名单，明确列出全公司到底谁才是合法的 DHCP 伺服器 IP。第二步，我们只允许这些在白名单上的合法 IP 使用 UDP Port 67来派发网路。第三步，我们叫它终极击杀开关。我们在规则的最末端直接加上一条拒绝所有的指令。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不管你把非法设备插在办公室的哪个角落，哪一个根本没人管的预留孔，只要它的 IP 不在白名单里，当他想派发 IP 的那一瞬间，这个封包在硬体层面就会被直接抹杀掉，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有了云端平台的加持，这套 ACO 规则变得超级强大，你可以轻轻松松让几百台交换机全部套用一致的逻辑。更赞的是，它有规则先行的部署能力，就算硬体还没寄到现场，你就可以在云端把白名单都设好，等交换机一送到，插上电，连上网，这套防御机制立刻开箱即用。也就是说，你终于可以彻底摆脱实体孔位那些繁琐设定的束缚了。拔掉实体孔位的规则限制后，我们实际上打出了一套超狂的降维打击，因为不再需要去管单一网路孔的设定，也不用在那边定义什么信任铺、非信任铺了。就算现场的人完全不懂网路逻辑也没关系，交换机直接变成一台你怎么乱插都不会坏的透明转发器。IT 人员终于不用再花大把时间去查这一条线到底是插在哪个洞，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了。当然啦，身为专业的 IT 人呢，我们还是要客观评估一下技术的两面性。这种比较偏向街头实战派的打法虽然一口气解决了超多维运痛点，但在用它之前，我们还是得冷静称称它的优势与必须舍弃的代价。用了 ACO 架构，你确实拿到了极低的人工维护成本，跨站点的全域逻辑一致性，还可以彻底封死那些预留孔位被乱插的破口。但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你得放弃 Snooping 那张动态绑定表，这代表你没办法用像是动态 ARP 检查这种需要底层自动化数据的进阶安全功能。而且因为它是超远隔的白名单，你必须100%精确地维护你的合法伺服器 IP 清单。说真的，在网络防御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答案。要选哪一个，完全取决于你们公司的现况和资源。如果你的 IT 团队人手充足，管理资源多，而且机房跟终端环境都高度标准化的话，那 DHCP Snooping 绝对是一个能追求完整功能的完美优雅方案。但反过来说，如果你们的环境充满变数，设备常常搬来搬去，而你又超级渴望那种极致简化的维运跟高容错能力的话，那云端 ACL 绝对是一条更务实也更有韧性的进化之路。真正的专业才不是盲目的去把那些高阶设备的所有超炫功能都打开，真正的专业是能够看清现实世界的限制、团队的技术落差，还有实体环境的混乱程度，然后为公司量身打造出一个能在这种混乱中稳稳存活下来的强大架构。面对那些躲在暗处随时准备搞破坏的网络幽灵，在你的网络环境里，你到底想要优先追求功能的完整性，还是维运的简单化呢？哪一种架构哲学才能真正帮你守护网络的和平？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带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我们下次见喽，拜拜。